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全球金融市场正笼罩在一股过度乐观的降息幻觉中？当无数投资人眼看通膨数据稍有放缓，就开始兴奋地预期欧洲央行将会迅速转向，甚至开启宽松大门时，摩根大通却在最新发布的总体经济报告中泼下了一盆冰冷的冷水。报告明确指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葡萄牙辛特拉论坛上的最新演说释放了极其清晰且强烈的鹰派偏向。虽然他没有给出短期的利率指引，但字里行间已经悄悄为接下来1到2次的渐进式升息打开了大门。为什么市场会严重误判官方的防御决心？摩根大通又是凭借什么底层数据断言今年9月欧洲将迎来最后一次25个基点的敲门升息？今天我们带你拆解欧洲央行鹰派伪装背后的真实盘算。摩根大通指出，拉加德在辛特拉论坛上的表态本质上是一次极具防御性的鹰派宣言。虽然他强调目前不需要像2022年那样采取一次调升3码的激进式爆裂升息，但这并不代表紧缩已经结束。摩根大通的核心观点是，欧洲央行已经正式将决策逻辑转入回归常态的轨道，未来将以温和渐进的步调继续推动利率上行。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对于快速降息的期待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摩根大通依然坚定维持其基准预测，即欧洲央行将在今年9月份进行本轮紧缩周期的最后一次，幅度为25个基点的防御性升息。我们来细细拆解摩根大通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制度逻辑。首先是政策工具回归常态的转型。拉加德强调，经历15年非常规工具时期后，欧洲央行已重回正常政策环境，未来渐进式利率调整将重新成为主要工具。华瑞认为，这代表官方主动拆除市场赖以生存的流动性幻觉。当央行无需极端救市或爆裂灭火时，温和且持续的利差重塑成为新常态，这正是9月得以重启最后一次升息的政策基石。其次是欧盟制度升级，消除债务分裂危机。有别于过去的欧债危机，如今欧元区拥有了欧洲稳定机制、新世代欧盟计划及传播保护工具等体制保障。华瑞认为，这些强大的防火墙切断了银行与主权国家的风险连锁。当系统性崩溃风险被锁死在防线内，欧洲央行便获得极高自主权，能专注对抗高粘性核心通膨，无需担心升息引发边缘国家违约。最后是对称的 2% 通膨目标的信任锚定效应。拉加德提到，2021确立的 2% 对称通膨目标在稳定预期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华瑞认为，这关乎央行最看重的政策信用。经历通膨暴涨后，为防御期实质脱锚，央行必须透过最后一里路的防御性升息，展现捍卫货币价值的决心。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经济未过热时，央行仍维持偏鹰，因为维护信用的成本远低于失控后的代价。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易忽略渐进式与激进式在定义上的认知差。大众常有非黑即白的思维，认为只要不采取2022年那种爆裂升息，就代表政策转向温和。然而数据模型警示，拉加德口中的无需激进手段，本质上是在为温和但高频的升息路径提供合理掩护。当市场放松警惕时，这种披着羊皮的渐进式鹰派会悄悄拉长高利率维持时间，无限期推迟降息起点，这才是最致命的定价盲点。面对欧洲央行坚持鹰派与9月升息的新格局，华瑞认为，投资人应关注2个核心维度。第一，必须保持冷静，规避过度透支降息预期且对利率高度敏感的高估值资产。在利率长期维持限制性水平的背景下，配置应积极向高时间价值的优质主权债以及具备稳定自由现金流的防御性权益板块倾斜。第二，将欧洲每月核心服务业通膨与各国信用利差波动作为检验9月升息后政策是否实质见顶的核心指标。总结来说，摩根大通报告拆穿了市场对欧洲降息的过度乐观，拉加德的鹰派宣言与9月升息一码的前瞻，证实政策回归常态背后是央行对通膨防线的钢铁防守。在全新的总体经济转型期，看清渐进式升息背后的信用管理逻辑，避开过度宽松幻觉，才能在债汇市波动中做好稳健思考与布局。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